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公务员是郑春琪，大家好；前大史叶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主持人、观众大家好。好，来看看这个川普是不是怂了呢？他现在对于中国大陆的关税自己搬了个台阶，准备要下楼梯去了。他讲说呢，不会跟中国来硬的。他说这个关税145啊，这太高了，要往下来调降了。甚至他还讲了一番话想要对这个中国大陆释放善意吗？我们来听听。145% is very high, and it won't be that high. It's not going to be that high. It'll come down substantially, but it won't be zero. It used to be zero. We're going to be very good to China,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他又再度强调，他跟习近平是好朋友，所以呢，我们表现得非常的友好，关系很好而且还说他不会对北京打强硬牌。那之前那张牌是什么？就是我们4月2号看他不是很强硬吗？这20天来都那么强硬，现在川普像变了个人似的在收拾他之前说过的话，做出了种种他说呢，但是呢，中国必须和美国达成协议否则无法在美国进行贸易如果谈不成协议就由美国自己来制定协议。那连白宫发言人也在讲说，现在目前白宫朝着对的方向在前进，川普政府呢正在为与大陆达成协议铺路呢，所有涉及的一方都希望能够看到能够赶紧达成贸易协议，然后事情正在朝对的方向前进。那意思是不是之前不是对的方向呢？还有这个贝森特也提到啦，他说现在当前中美贸易冲突紧张局势有望缓解，原因就是因为现行的高额关税几乎已经构成一种事实上的禁运了，所以两国的贸易造成了严重的阻碍。他说中美双方是不是都已经认为现状是不可持续的？那好了，种种从川普到这个发言人到财长都在那边讲说这个是不可行的我们都早就说不可行了呀，我们来宾们都已经说了20几天了，你们现在才发现吗？所以美国媒体就吐槽了，讲说好了，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就是我们美国的原则像餐巾纸这个餐巾一样说折就折，倒是中国一直没有变华尔街日报讲说，面对到川普的强硬手段，美国国内似乎已经没有了骨气川普自己也没能站直，现在对等关税政策就像鸡尾酒那个餐巾一样，说折就折，然后唯一保持硬气的竟然是川普针对的中国才是真正的硬气那另外我们看看川普对于鲍尔也是已经态度转变了因为他前几天不是很呛嘛，说要开除鲍尔嘛，现在改口啦，他说我没有打算要解雇鲍尔我只是希望他在降息的想法上面能够更积极一点，我们认为现在是降息的绝佳时机希望我们的主席能够抢在前头，至少准时开始好像这个用柔性喊话的方式那美股呢也反映出来因为包含了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税觉得太高以及现在没有要开除鲍尔都算是好消息，因此呢美股的3大指数都上涨那华尔街给予正面的回应，另外连这个美元也是应声飙涨回来倒是金价暴跌了68美元这是跌最深的时候。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北京大学国发院的名誉校院长林毅夫我们都很熟悉他嘛，他就讲说美股大跌导致全球的金融市场波动，希望美国呢能够汲取这一次的教训美国能够回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框架当中才能够避免这样更多的黑天鹅事件发生。而且他还讲其实对于这个美国这一次的出招中国大陆都已经有很多的应对模拟配套措施是万全的准备在应对这一次的状况那所以他们才能够这样子稳稳的冷眼的看待这个川普自己再把自己的这个模样收拾起来回来求饶那另外我们看看很多的美国企业主特别是中小企业最近这20天特煎熬，日子难熬那我们看到有一个小企业主中小企业主他就讲了，他说呢上周美国对华关税已经升到145%我和儿子一起坐在厨房的地板上的时候，我哭了好几次比一个经常哭啼的小男孩哭的次数还多。过去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相信不止他是如此很多的美国中小企业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面对到天价的关税，根本
没有办法去拿货，他付不起那个巨额的关税，因为是惩罚到这个美国的中小企业，所以他们就在澄清啊，就说你川普这个关税根本不是惩罚中国人哦，是在惩罚美国人啊。我们来听一下。And we need help. We cannot afford to bring the stuff that we have produced into our port because 145% tariff have been put on our product. The Chinese do not pay these tariffs. I pay this tariff. When I bring a container into a port, I pay a tax that goes to the U.S. government. The Chines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it. We are not punishing the Chinese. We are punishing Americans by taking away their jobs. 所以这是美国很真实的一个感受哦。那另外呢，连萨克斯啊，这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萨克斯教授呢，他也是说，这个关税政策，如果是川普是他的学生的话，肯定把他当了。我们来听听。If you take your credit card and you go shopping and you run up a large credit card debt, you're running a trade deficit with all those shops. Now,It would be pretty strange if you then blamed all the shop owners for having sold you all those things. You're ripping me off. You're ripping me off. You're ripping me off. I'm running a trade deficit. That is the level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t's our trade deficit. And for that, Donald Trump blames the world. Okay, I fail him for this if he were my student. 好，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川普现在一步一步的软化了，对，最近又对中国大陆放软了嘛，对不对？那其实说穿了，我们已经讲过，他已经准备要双膝落地了嘛，对，他一个膝盖已经跪下来了，现在第二个膝盖要跪下来了。我想他为什么对中国大陆突然从这样子一个强硬的态度变成软化？你记得他在中国大陆决定对美国的就是说所以反击美国。你加我税，我也加你税。刚开始的时候，川普那时候还不当一回事，他说我们卖给他的比他们卖给我们的少得多，他卖给我们的比较多，意思就变成说卖得多的就一定要听他的话的意思。可是问题就变，事实上不是他表面的认知这么简单啦，对，因为他这次的关税战，事实上的话，他不晓得他的阵仗有多大。我觉得这是他对这个事情的一种耿一说就是一个非常轻率，而且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呢？粗糙的一个决策。他对后果，他都预想的后果都是他自己想的，结果后果都不是这样想的。没有一个国家对他立刻屈服，都对他蛮强硬的。最强硬就是中国大陆。那我想中国大陆基本上就是说，很早就预期到了会有川普如果这样做的话，是中国大陆出手最好的时机。所以是多算胜少算不胜川普是根本不算，所以他这个现在就是一路的往下跪，我觉得他还会更软，只是开始比较软一点。那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他的这个所谓的相对对等关税一出来的时候他8天他就收回来了。主要是因为债市出了问题，美债从来都是怎么样，都是世界上大家锚定这个经济稳定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对不对？因为美债的这个稳定性跟它的报酬合理的这个回报率是几十年来不变的，大家对它都有信心，大家有钱做一个比较谨慎审慎的理财的话，我说不是大家，就包括私人主要是这种机构投资还有政府投资人。他们当然是看美债啦，是合理的报酬率，可是呢，极端的稳定可靠。可是出了川普以后，这个信心动摇了，所以让川普就变成就是说，一个债市就让他怎么样，8天他就把他的对等关税给他收回来了。可他对中国大陆还是紧咬不放，还跟中国大陆追到245有点神经了。可是呢，美国的股市跟美元的汇率也不帮川普的忙。这几天都是往下掉，只要他强硬一点，对中国大陆强硬，噼里啪啦股市这个美元汇市就往下跌。对，他一讲一些好话的时候，就回来了，他就会，我想他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然后呢，中国大陆的回应现在招都打到什么？都打到美国的要害。第一个，稀土。
他们整个一个盘点下来 ，CSIS 做了一个这个报告出来了以后，91%的精炼稀土完全中国大陆控制，全世界。然后美国可能有80%，就是说这个80以上的军火工业，还有什么？还有这些高端的这些这个芯片业，他们可能会面临断供。断供以后，他们的制造生产会出问题。第三个，波音中国大陆也下手，3年180架飞机可能泡汤，波音要垮台了。再加上农业上，这个农业州的这些中小这些农民受害甚深。还有一个最大的危机要出来，就是美国的这个市场的民生消费物资的供应可能会断供，这会造成美国一波难以遏制的一个这个什么通货膨胀，所以川普能不软吗？好，我们来请教聂老师。OK， 这个很有趣哈。我先讲一下，刚才您说这个美国好像现在股气放软了，但他真的有骨气吗？大家都知道，川普其实本来就没有骨气，一个商人其实也不需要有什么骨气，所以他当了美国的总统，但是他的骨气是没有的，但他有狂人的法则。大家都知道，《Apprentice》里面有形容到他的3个狂人法则，他的一个犹太法律师师傅教过他的这个3个狂人法则：攻击、攻击再攻击，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永不认错第三个死不认输啦。那就这样子。可他现在碰到问题啦，他刚开始的时候呢，他的攻击就用这个工具。运作这个工具呢，作为手段达到它的多元化目的。当然，这个就是关税。那数字都不重要了，拿到50以上都一样嘛。145、245就是一个很凶悍的、很魁梧的人，一直喊话。我跟你讲，我有枪有刀，你再怎么样，我就要对你怎么样，一直喊到最后，你会发觉，真的有些小老弟怕了，什么都缴械了，全身缴械的也有，跟你谈判就是办囚牢的也有。所以呢，这里就出现很多 surrender， 就是投降式的一些，像越南等等国家。当然，我常常讲到，台湾真的不能做全程缴械的做法，全部把我们的台积电亮件都给他了。那但是还有一种是这个叫做这个 revenge 的，就是报复性的这个不一样哦，这个他就一样就丢出了这个不一样的一些谈判，像加拿大卡尼上来就是这么样的硬。欧盟也这么样的硬，他跟你就是从钢铝一直到汽车，他就跟你对干。那最后呢，用 like for like 就以牙还牙做法的美国中国，中国就讲奉回到底啊，你多少我就多少，你多少我多少，这不就是 1.0 的翻版吗？当时不是也是开360亿、360亿、140亿、140亿，然后一直拱到1000多亿，那中国发觉它的量体不够，它只有1000多亿的输出啊，这个进美国货，它开始改变其他方式，刚开始忧心惶恐，最后呢，到了2019年 COVID 之前沉着了。准备应战了，刚好 COVID 完了，现在川普2.0上来了，玩旧招嘛，那个贸易战改成叫关税战是一样的东西。可是大家知道，川普这个人他讲的东西喊出来的跟他想要的一样吗？答案当然不一样嘛。他喊那么高的数字，也就是骗小孩的。大家都知道，到底数字大家都已经开始笑了，怎么那么高呢？就有人说，刚丢出1000，啪不就好了吗？还什么145、245，他现在自己说了，太高了，大家都活不下去。他现在内外受敌啊，自己的企业主，然后开始呢反抗他，5大这个企业主起来说他越权，所有的中小企业主，昨天晚上刚好我洛杉矶有一个学弟回来，他现在好惨了，就是因为他过中小企业从大陆进货，他现在100多%的税，他已经开始实行，他没办法生存，马上就shut down，现在全部要改全规章。到这个我跟他吃火锅，他希望向我请益啦，说怎么样去做他的下一波的 business。我觉得这就是非常的影响，这是中小企业，大企业受影响，而且你看官啊、学啊，全部都来了，产官学全部这群举工资。刚刚讲的 Powell 不是一样吗？Powell 跟他角色不同，立场不同嘛，他硬要用他的方式说，我现在搞的景气有点不太好，但是我又想拿到目的，还没拿到，景气就不好，你给我降息，这样息。人家角色不一样，人家要维持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之下，要影响到人民的通膨等的。他有他的货币政策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拿捏之手，怎么能说你川普这个角色你要维持一个国家经济之发展没有错，不是要我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现在觉得他现在慌了，所以第二个他就是他不认错，所以他这个永不认错，他认错，他发觉他开始有点错了，这个关系太高，他开始调整政策，当然他绝不认输。他现在用的方法很简单，像尼克森总统以前做法都一样啊，很多厉害总统都是这样的，先讲你是我好朋友。我对你好一点，就像他跟记者先 hug 一下，你这鞋子哪里买的？然后记者就放心了，就会
丢下武器，你知道吗？他就对中国对所有他的朋友都说：“你是我好朋友，你这个国家跟我那么好 ，China 就是我很好的这个兄弟。”那习近平就是我好朋友啊，就是要人家把武器放下，他自己不会放，所以他非常聪明，他死不认输的。他这样就在用技巧呢去抓他，最后呢会不会赢？我最后要讲一个，川普他狂人法则，他里面有一个我分析到，他就是遇弱则强。遇强则弱，你看这一次啊，我讲 surrender 这些啊都是弱者，50家来了亲他屁股，75家来了，他看到这些弱者，哇，越讲话越嚣张，甚至说你跪着膝盖过来，那这个讲法大家都已经听不下去，他还是这样，因为你太弱，台湾也很，我觉得台湾也不能再弱，所以拿着筹码去跟他谈判的呢就是强者，尤其我刚刚讲以牙还牙的中国讲奉陪到底，他现在怕了，所有都开始软了，就是这样来的。好，请教郑老师。我以前在做社会运动的时候，经常带着弱势跟强者对抗。那你看以强对弱，以弱对强是多辛苦。看看这一阵子，很多国家被川普搞得稀里糊涂的，那中国顶下来，那川普好像认怂了。那包括你看对鲍威尔，可是后面以我过去在街头带着抗争的经验，接触更大的危险才开始。你看前面已经这么难搞了，是吧？全世界已经鸡飞狗跳了，但我再讲一遍，后面更难搞，特别是像特朗普这样的人，怎么说呢？那你再来要不要跟他接触？前个阶段好像有第三者稍微接触，他马上说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接触得很好，这个人马上就把你掀出来。第二个那接触，他刚才讲说不会那么高，会降，到底多少？重点是现在大家都已经受不了了。全世界上动荡，都很希望说，能不能两边好好谈，要谈出一点结果出来。像李义虎讲那种话，我认为如果太单纯是不好。他说这个要汲取教训，不要再搞黑天鹅，然后要基于规则，大家要怎么样。你可以先表示，请你以后守信用哦，要汲取教训哦。但如果你林立夫是认为说，后面就开始要朝回归原状。大家讲信用，大家讲规则，那你是头壳坏了。川普言而无信啊，他现在说不会再跟中国对抗，你相信吗？全世界现在都没有人会这样相信，那怎么办？然后你现在跟他接触，然后你讲规矩，谈好的，他忽然间明天翻脸。我为什么说特别困难？因为大家都希望能够解决。比如我当时带着很多劳工，这么辛苦，希望解决。我们提出的是合理的，比如说在中国大陆。可能提出了合理的东西，等到你要谈妥，忽然间他又翻脸了，好啊，他不要脸了，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要跟他一样，那就非常非常辛苦。所以我说，下个阶段接不接触是个大学问，接触了怎么弄？那我一句话，他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中国大陆应该是做两手准备，一边当然要跟他谈，可是更重要，两个路扩大内需，另辟蹊径。更大的其他的替代美国的市场，把现在14几多%再降，如果你降到7%，而且开创更多的空间，就有更多的筹码，而且随时可以跟川普翻脸，因为他马上随时立即都可以随时翻脸。你碰到这种人，你以为可以跟他讲道理，你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所以我认为后面其实风险非常大，他会利用大家想谈的，想要回归现状。你看他稍微放软，股市就回来了。但是风险最大，他随时翻脸。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现在马斯克是不是已经看清楚啊？哎呀，这个川普已经在认输了，已经是看起来越来越垮，支持他的人的声音越来越少了哟。所以马斯克呢，透露了一个讯息，这个讯息让特斯拉的股价应声上涨。什么样的讯息呢？他说5月开始会少碰川普政府的事务啊。换句话说，他的重心不会再继续放在 Doge 这个政府效率部里面未来呢，恐怕公务时间就是每周1-2天。
田要回归这个重心到它的本业哦，因为特斯拉其实在这一阵子以来利润暴跌了71%哦，所以这个他是这样对外讲啦，就是说，他会减少在这个川普政府里面的时间了，而且呢，这一番话是不是也其实透露出更真实的原因，是因为他反对这个高关税哦，而且他讲说会提供建议给川普。华尔街日报提到，马斯克电话会议上面谈到川普贸易战的时候，深深叹了口气啊。他说：“我一直主张可预测的关税结构，但是我想强调，关税政策完全取决于美国总统，他是否听取我的建议，取决于他自己啊。”看起来他是对这件事情挺失望的。过去他还戴个帽子啊，就是川普都是对的，恐怕他现在已经不戴这个帽子了，因为他已经开始不认同了。那另外呢，还有美国的股债信心脆弱，投资人现在发现到说，哇，原来川普的交易是什么？叫做抛售美国啊，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是美国被他快速抛售哦，因为他这样子发动全面的关税战，还在市场当中余波荡漾，近来又连番炮轰啊，这个鲍尔啊，再度产生了一些冲击哦。尽管我们刚刚上一段有提到，他赶紧在踩刹车，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投资人就在那边讲，原来川普的交易是在抛售美国，投资人马斯克现在开始大家对于川普的信心都动摇了。那而且他在关税战当中哦，也有在AI 晶片的领域呢，想要跟中国大陆一较高下嘛，就是我要限制这个最先进的这些晶片你不能拿，而且连特供版的 H20你也不能拿。但是呢，我们看这个高盛啊，就是还唱多寒武纪哦，你不拿没关系，因为现在目前中国大陆的一些晶片业，比方像这个寒武纪的晶片哦，端出一些很漂亮的成绩单。2028年出货量可望突破100万片，库存还有合约负债攀比哦，也验证说现在的需求是爆发。预计2025年有望实现盈利，2030年的这个利润率将会提高到26%。那另外呢，这个根据大陆媒体《大众日报》的报道，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复苏之下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的晶片企业已经迎来了爆发式的成长。在2025的第一季，寒武纪的营收突破了11.1亿元哦，跟去年同期相比，成长的幅度相当惊人，是4230%啊。那再来 ，Google 也讲到说，这种反垄断调查，因为美国联邦法院正在针对Google 的反垄断案就认为说 Google 的 Chrome 这浏览器跟 Android 的操作系统应该要拆分开来。那 Google 就搬出中国大陆来说就说我们要是拆分的话，我们怎么跟中国大陆竞争呢？所以他就是用中国大陆强大的竞争力来作为他不要拆分的一个说法。再来看到了欧洲欧洲最近对美国也是挺感冒的，川普想要拉着他们一起来孤立欧洲，欧盟就表态了说，不会不可能我不会跟这个中国大陆脱钩的那他们讲说美欧关税谈判跟中欧关系是无关的，所以他们现在分得很清楚还告诉这个美方，欧盟是不会跟中国大陆不会对华脱钩的那再来，王毅也跟英国还有奥地利的外长也有一些通话提到了说接下来的一些合作，而且同样提到了美国的时候是比较严厉的。美国随心所欲向各国滥施关税那关税作为武器对各国进行无差别的攻击，那公然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也在损害各国的正当权益因此你看，像是德国的经济学家也说，其实没有中国是不行的，你必须要到中国去那他其实是被誉为这个隐形冠军理论的创始人因此他就提到这一番话。他说，现在有60%的隐形冠军企业已经是在中国大陆设立生产基地，甚至许多的企业已经将全球最大的工厂都是设在中国。那甚至还有一些企业是把整条价值链移到了中国大陆去，因此没有中国是不行的呀。那比较清醒的说法是这样子啦。那马斯克换得醒川普吗？我们来先请教一下介老师。我想马斯克他已经表达他的意见了，而且你看他这个访问中公开讲，这个完全取决于美国总统嘛，对不对？他也提出他的建议啦，他这个可预测的关税结构嘛，这个只是还没有点破而已啊。对。那我想他是反对马斯克他是反对川普的目前的这个相对关税
那其实大概10天前吧，我想马斯克就已经跟川普政府已经差不多已经就好决裂了。他虽然没有直接骂川普啊，可他骂了川普这个政策的背后的那个常进人纳瓦罗。他说纳瓦罗啊，笨的比一袋砖头还笨，而且他还说看起来哈佛这个博士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对，那这个纳瓦罗也反唇相讥啊。纳瓦罗说这个他说马斯克他不是制造汽车啊，他只是在组装汽车，而且大家都知道他讲话可能是为了他自己本人的利益。所以基本上就马斯克来讲的话，他去痛骂这个纳瓦罗啊，已经就是隔山震虎了，指桑骂槐了。对，我想他也是希望唤醒这个川普啊，不要这样一路走到黑啊，搞到今天这个状况。那么不过马斯克说起来对川普他应该是什么仁至义尽的啦，他出了都是上亿美金啊，2、3亿美金这样捐款，谁能够这样捐啊？对不对？那帮川普上台，然后他那个时候之卖力啊，替川普助选，对川普的当选他有汗马功劳。上任以后啊，毫无保留的去执行川普的政策。当然他是希望美国的政府是一个有效率的，然后呢不是那么臃肿的，而是一个怎么讲呢？结果精简以后的政府，他结果得罪了多少人啊？对不对？他那种大刀阔斧的做法，害得他的汽车在美国很多经销商都被人家灌汽油把它烧掉，对不对？然后呢，停在路边的这些那个 Tesla 车子落单的话，那个车主回来发觉车上已经被人家泼了油漆，或者甚至放火烧掉了。让他的谁敢买这样子？谁敢买 Tesla？ 而且欧洲现在一片抵制 Tesla， 因为他们讨厌川普，所以就变成 Tesla 也变成代罪羔羊了。所以他这个第一季的财报已经暴跌71%，这个是一个警讯。如果他放任不管的话，他这个他所有事业的基础啊，他的这个起家店，对不对？他当然还有别的事业，他的起家店就会垮掉了。所以呢，我觉得他是抱憾而去了。不过他临走的时候也给了川普一些忠言啊，希望川普会听他的。不过我跟你讲，川普会听才怪，只有他真正他本人受到教训啊，他才会有所改变的。好，我们来请教聂老师。OK， 我可能从某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其实我的认知这是我的认知，川普和马斯克的感情私下感算不错的。那不是说他们都是有钱人然后都走同样走利的方面，但是当然他们可以他们的话语或他们的政治是可以操纵整个金融市场的，这没有错不管是川普或者马斯克，甚至以前讲说他用特斯拉来用比特币交易，比特币就是应声大涨，从3万5就会飙到5万，那是在4、5年前的事情。那他说他又不想用就会跌，他们这人影响市场，但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前后的呼应呢，其实一直看着配合的蛮好的。实际上当川普上来的时候，就给了他这个Doge这个所谓的非正式聘用的一个这种顾问来做他的这个效率部门的这个处理，他用他的科技真的把美国瘦身了不少。我在2月20号在纽约，我在我朋友家在纽约，我带了一些学生到美国做这个学海逐梦计划。我看到他在1个月之后，就1月20号到2月20号，他们的一些报道，包括川普所讲的话，他们对那个就是瘦身嘛，Doge真的是非常棒，非常有效。那当然他也非常欣赏这个Musk， 但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阶段性的变化。第一个就是我觉得金融市场非常的反映这个社会现实，非常清楚嘛。我们知道他就讲2句话嘛，就应声大涨。你刚刚讲的，不是做2个动作。第一个呢，就是说，我可能在5月准备慢慢离开这个川普的旁边，但他没有离开。我先声明，他是因为Doge的任务差不多了。坦白说，因为他的该做的事情差不多，我觉得要这样解读。然后，等下我再讲别。第二个，但这个倒蛮肯定的，就他觉得关税，他其实一直不觉得关税是对的。但他也不敢太得罪川普，所以他说高关税绝对会对整个美国经济不好。可是他刚刚讲到后面有个Navarro当时还选过市长，这个哈佛毕业这个。可是你要知道哈佛毕业这个Navarro呢，他跟这个川普感情也不错他当时从民主党到共和党，他们差3岁这1946年出生的这个，当照顾小他3岁也会听他话，也一直给他建议，而且想法还一样，一直要攻击中国的。他在2011年不是写了一个 Death to China 吗？
要中国一定要致死嘛。所以呢，我觉得他们的心境是相同的。你不要看川普什么习近平是我好朋友，不是，他最终目的还是绝对要打倒中国啦。所以我要讲的是说，这个阶段从1月20号、2月20号，他们是急速上升。你看到那个明星啊，欢呼啊，欣赏川普的不得了。2月20号，开始到了3月底、4月初，尤其关税开始要丢出来，到4月9号真的扎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观望，你到底要怎么打、怎么玩？就没有想到那时候还比较平静哦，还是往上，就一丢出来不得了，川普以为他赢了，他以为他丢那么关键，他把所有人都吓到了，你错了，弱者都吓到了，强者没吓到，强者手边有筹码、有武器，你有刀，我有剑。当然你有枪，我也有一些手榴弹，所以这时候呢就不一样哦。这时候发觉美国人自己受伤了，这时候就往下跌了。我现在讲最后受伤以后，未来是怎么比拟呢？我觉得还是走高科技嘛，军事航太。刚刚又讲到这个晶片，中国的晶片扎这个重资下去，从2014年大基金1期计划，大家去研究一下，2019年大基金2期计划，2023年也就是在拜登那时候。那很多的封锁之后，他就是很多的这个华为清单啊，到3期的清单，他也有第3期计划，你就看他扎多少钱。现在当然乘追击，在时候他一定要在 AI 布局，他早就在 AI 半导体，后来又是5G 嘛，这个 AI 还有这个晶片做了很大的动作。但是我要讲是重点是，我们看到了没有错，寒武纪等等的，或者之前算有什么。或者是华为的手机怎么样的很棒，但是我必须说明，中国的成熟制程世界第一没话讲。电动车绿能世界第一没话讲，可是都停留在第2，因为先进制程他们绝对还不是，台积电才唯有可以用最传统的不是 gate all around 的方式，用 FinFET 的方式做到3米以下，良率又高，只有台积电。我必须说明，也就是美国其实抓到这个前景，他们也在布局哦，所以中国其实他们也在布局，中国的。是的，真的是已经控制到世界了。可是我觉得他们一定还是想要处心积虑找第一，这个最高的那个所谓先进制程。中国如果真的抓到这一块，美国就没得玩了。但是我觉得美国到现在还是有筹码。但虽然他表面说，习近平啊是我好朋友，我们中美关系很好，那是假的。他最后一定还是要打击中国。而中国呢，我认为他是有机会的。他浅浅的在做，这条龙会慢慢浮起，天上一直喊话的老鹰呢会被打下来。好，我们请教郑老师。聂老师讲的是对的了啊，那时候真的，如果按照过去那个规则，大概中国永远会被人家卡住脖子。可是实在是太精彩了啊！川普开始，然后就一路打。那你如果制裁华为、制裁华为、制裁中国，中国很早就觉悟了，他没有另辟蹊径，所以他虽然没有错，现在当然很多地方还不如，可是至少因为你一制裁，你不卖给中国。刚好把这个市场让出来，市场很重要啊，所以也许美国的100分，那华为这个70分，可是他马上有市场，就可以改进80分、90分，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另外一个东西不只是这样的，美国现在要制造关税，制造很多壁垒，那你制造很多壁垒，中国到底也是刚刚前面提到说，自己要到别的地方开拓别的市场，慢慢摆脱美国的这个控制，这些都是。美国人无意中带给中国，他本来要置中国于死，可是中国因为这种情况之下，在险中求活、险中求胜，开辟出完全另外一普通西境。刚刚提到像是寒武纪这些那个成长率那么高，中国大陆不只是在经济科技啊，我看他们最近在军事层面上，我看昨天才看到一个新闻了，说他们有一种无核的氢弹，我稍微科普一下，说氢弹以前呢要一颗核弹。打下去，它才能够产生很大的作用。可是因为这样，就会有核污染。他们竟然制造一种没有核，可是有氢弹，原来那么大的威力，哇！那现在所有的核武器的限制，各种各样，对这个他们新发展这个东西就没有作用了。所以他们经常出乎意料之外，另辟蹊径，然后后过这个弯道超车。他们在各个领域都是这样的。所以我是觉得说，完全一句话，觉悟了。没有幻想，走自己的路，绝对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要打多久就打多久。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川普现在可能是希望积极产生他的一个存在感，但在中东这个地方，好像他觉得自己没有戏唱了，所以最近打算第一
炮就是第一站要去出访的地方就选在沙国，这也是他这个总统算是这一期的任期以内的首次出访。那我们看这个白宫的新闻秘书提到啦，他是在5月13到16要来出访中东，预计要访问沙国、卡达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也算是他上任来的首次出国访问。那另外呢，这个对比一下，因为其实中国大陆最近在中东这边这个沙国的国王港这边还交付了一个4号干船坞已经顺利完成了移交了，也帮助了沙国实现经济结构转型，还有多元化的发展。所以现在中沙的关系也是非常好啊，那也让这个川普相当紧张。那埃及他们也有一个跟中国大陆的一个算是连结，就是中国大陆的歼10C 的战机到达了开罗，在19号上午的时候在埃及的空军基地起飞。这是中国跟埃及算是美国盟友埃及首次举行了这样联合的空中演习，叫做文明之鹰2025也就是说现在军事已经帮助北京敲开了中东的大门。不止如此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军机，像是5架运20也出现在这个中东上空，还有1架空警500，所以就开始有绘声绘影的这种猜测美方就说这会不会是来探测这个杜鲁门航母在探测情报呢？那还有伊朗这个美伊本周要有进行第3轮的核会谈之前呢，这个伊朗的外长倒是先去到中国大陆来进行访问因为是王毅邀请的，所以我在4月26登场跟你谈判这个第3轮，可是我4月23我先去中国大陆看看，那是不是就代表着对你美国还是不信任，还是比较信任中方一些，所以优先顺序不同那再来我们看到俄乌是不是也打算不跟美国玩了？这样传出的消息是说好像普丁表态要跟乌克兰直接谈了所以美国已经被排除在外啦。继欧盟被美国排除在外之后，美国自己也被俄乌排除在外了。所以现在这个川普在世界各国各个角落各个冲突点，好像看起来都不太就是不太有这个存在感，是不是让川普也相当的紧张呢？那俄乌看起来也是在进行去川普化打算双方直接坐下来谈的这个消息，恐怕川普不是滋味吧。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我想川普他之前他就有暗示过，他可能第一个出访的国家是沙烏地阿拉伯沙特。那原因呢，就是沙特可能会对美国投资投有一笔大的，就像川普常讲说 ，This is a big one，对，有一笔大的，因为就是说原先传出来就是说沙特可能在4年之内投资美国6000亿美金。那后来又传出来了，是1兆，更多。那当然是6000亿还是1兆到时候川普去的时候就知道了。不过这个川普现在就是说，有钱我才去，没钱我就不去。所以呢，这个你有钱，川普就去。那不过说实话，川普的力量还不够大，应该是叫沙特的这个王储带着6000亿去白宫去进贡他更有面子。那可见沙特还是有他一定的矜持嘛，对。那不过现在美国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说美债的这个国际的投资人对美债的信心动摇了。因为美国基本上的话，今年看起来的话，可能经济会有这个停滞性的通货膨胀，这是最坏的一种经济的一种情境出现。那所以对美债的很多人都没有信心，而且美债在未来好像有6兆美元的美债要到期了这些对川普来讲，他都怎么虚款恐气当然，如果说这个沙特在美债上面能够支撑一点的话，那对美国来讲也是怎么样，也是及时雨因为你知道沙烏地阿拉伯这个国家很有趣，它有2笔账，一个是国家的财产，另外一笔财产是王室的财产。那一般来讲的话，王室的财产深不可测，有人说是1兆，有人说到2.5兆，没有人知道。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笔钱。那他这笔钱放到哪里对哪里都会产生一种稳定的作用在美国现在3市股市、债市、汇市都面临危机的时候
如果有大笔的资金入驻美国的话，当然对美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川普第一次去沙特就是为了这些钱。那当然对沙特来讲的话，其实他们对美国，尤其过去拜登政府的时候啊，这个支持以色列打这个加萨走廊啊，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是充满了愤恨。对。不过就是说，可是沙特阿拉伯也有他自己的一个软肋，就是他的这个现在的王储接班的问题。现在这个沙勒曼王子，他虽然是摄政嘛，那他父亲还是做沙烏地的这个国王啊。因为老王沙烏地这个国家，你不要以为他很有历史，他这个王朝只传了2代人而已啊。就老王建立了沙烏地啊这个国家，那他传位死了以后传位，现在一直都是他的儿子在当国王啊。只是他儿子有几十个，他当时虽然过世的时候年纪很大，他也有一些王妃是年纪比较轻的，生的王子都年纪很小，可以使用这么多年。可是现在他第2代已经没有了，那变成第3代，他就没有那个所谓的正统性的传承。因为当时老王去世的时候是兄终只能兄终弟及，那现在地都不够用了，现在就要传第3代。所以沙勒曼他也需要美国给他的安全保障，所以呢，他还是会铺红地毯欢迎川普的。好，我们请教聂老师。OK， 我从另外一个地缘政治角度来讲一下哈。我觉得呢，当然大国之争嘛，这个大国博弈啊，龙鹰之争呢，这个从 1.0 到 2.0 啊，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哈。那我觉得他们都在呼朋引伴，然后呢，想办法拉帮结派。那么我先讲 1.0 版，实际上川普做了类似的动作，那个地方叫非洲。各位，当时你去看一下 1.0 版的时候，那时候川普也发现到一个问题，中国呢，自从铁公鸡节越来越棒啊！他们从这个2004开始提速之后嘛，他们从2003年外存突然暴增，然后十年的2位数经济成长，一直到2014年外存已到4兆，第一季的时候，像那一段时间呢，他们不断的建立好自己的国家的这个基础建设之后，也输出。大家也犹记得啊，从2013年“一带一路”开始啊，有没有 One Belt One Road 就已经开始在外面拉帮结派了。当然，美国一直用各种方式、各种这个另外的拉帮结派方式来抵制它。可是你要知道，它真的建立很好关系，尤其在非洲。所以我要讲 1.0 版就是非洲事件。当时呢，那个川普突然赫然发现，他的友邦这么多人，怎么非洲的好朋友怎么都变成靠近中国去了？他就跑去中国。跑去非洲，也这个开始就要丢很多的这个基建设来给这个非洲，也想给他们点糖吃，想跟他一较高下。这次又来了，各位，这次呢，我就回想大概2年前了，2023年1月9号那个时候开了一个叫海合会，大家了解一下什么叫海合会？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一个会议哈，在1981年成立。大家知道这有6个国家，这6个国家我跟你讲哦，他们其实心里心知肚明，这2国之争他也尽量不要得罪。可是习近平在当时2年前的时候去跟他们就希望要去美元化的时候，就跟他们暗的讲说，我们好好的谈，要不要就用我们人民币做石油交易？结果阿拉伯真的就承认了一单，后来就交易了。所以中国呢，即便他在国内在2018年1月18号就搞了一个所谓的石油能源的期货交易所，用人民币交易，就是要打去美元化。这时候呢，用中东的这个海湾国家，那就波斯湾国家6国嘛，也希望他们做这样的动作，他们也做，也就是他们的友好已经走进去了。我觉得美国现在也怕了2.0版，说不对啊，中东国家怎么也被中国好像也不会跟我一起来反中国呢？你不是我村庄的人，怎么现在都跑到另外村庄跟他友好？那当然，这个讲多了就是再讲到，这就是我讲到的，说他现在会这样做，我觉得都还是跟他大国博弈有关，要维持他认为美国已经跛脚了嘛，他不是在2015年写一个 report 这个 American 嘛，这 How to make 这个How to MAGA 嘛，他就是看到了这些东西，他只要看到被人家挖墙脚的就跛脚，他要去救，但这个救有没有用已经太晚了，我是觉得。第二个，你讲伊朗这件事件，当然啊，这不用话讲，伊朗、俄罗斯、北韩，你现在如果真的中美他们势力一样，他们会靠谁？很清楚嘛。当然，美国在某些东西要跟伊朗谈一些条件谈判，因为伊朗的人啊，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伊朗同学跟我去了，我住在美国人朋友家，他走的时候，竟然我美国的房东这么讨厌伊朗人，我当时不知道才知道他们其实在心里的真正爱国的美国人，其实对伊朗其实是有那个你知道吗？就那种情仇的。你看每次战争，这次的那个
这个中战不是也一样吗？好，这个以阿战不是一样吗？我的意思是说，当然他就会先去跟王毅谈这个阿拉奇这个伊朗的这个外长嘛。那王毅这个外长其实我蛮欣赏，我碰过他一次，握过一次手，在浙江的时候，这个人他的眼神，你看他的样子，他的讲话的力道会让人家喜欢。那阿拉奇，我觉得他们建立了还不错的这个心灵的关系哦，还不只是国家层级。他现在去，我觉得谈就是要跟他3号谈说，我美国要跟我谈，因为动不动他要跟我制裁啊，经济制裁，我还是要跟他谈，我们要怎么样？我觉得这很重要。当最后讲俄乌啦，那真的。我这个很好笑了，我觉得川普一上任说我才是唯一可以让俄乌停战的人，拜登那个 Sleeping Joe 真的笨，只有我可以，他搞那么久是他造成的，结果没有想到他说立刻谈没有，最后喊百日和谈也没有，现在搞到人家怎么谈都没有，因为他们各怀鬼胎嘛，各有所求嘛，他们两个怎么可能马上谈好呢？当然，苏俄现在越来越拿翘了，说我跳过你，我直接跟你乌克兰谈。当泽连斯基也知道你跟我直接谈，我可能没有办法听你的一下。武器不东扩，他武器无法东扩了，现在只有靠别人，他也不可能说我完全不加入北约组织，他也会怕。可是他会要求他，包括克里米亚事件。我的重点就是，这时候你会发现他完全跳过美国了。这时候美国真的力量越来越薄弱。好，来问郑老师。原来在中东啊，当然是俄国有它的力量，因为被俄乌战争拖的，然后叙利亚整个势力就撤出。那几乎美国跟以色列在那边就是予取予求。可是事情是变化的，你看看他现在放话说要修理伊朗，大家本来都认为说伊朗到底要不要对抗，最近包括关税之战，看他们中国停的直的，然后现在中国很技巧的邀请伊朗过去。其实前个阶段，中国大陆有很多网民呢对伊朗的首鼠两端摇摆摆是不太满意的，因为他们里面有一批希望能够跟美国好来好去，现在也是一样，发现硬起来才有出路，而且中国还跟伊朗密授。告诉他很多原则，把这个跟特朗普斗争的经验给他，这等于是把双方的关系更巩固。那更重要的是，其实是埃及那个军演，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有办法6000公里跑那么远。埃及事实上很重要的西奈半岛，我们小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几次。那个中东战争，西奈半岛是整个被以色列抢走了，他们一步一步弄回来。以色列到现在西奈没死，如果西奈半岛埃及的被他弄去了，那连这个苏伊士运河都受到威胁。所以埃及这个时候，美国可靠吗？当然要跟中国结盟。他这一次他的那个歼十七，其实前个阶段埃及已经在跟中国谈另外一型，就是歼17准备买48架。所以中国大陆在那军演除了展现实力之外，同时也是对他的武器、对他这个军售，希望能够推开，愿意买他的东西，就表示相信可靠。埃及事实上有法国的，还有米格，还有 F-16，它实际上是个杂牌军。可这个时候，他们慢慢觉得说，还是中国比较靠谱。这次演习，中国大陆的这个飞机，事实上到中东的时候，下面还穿过什么？美国那2架航空母舰，包括它的母港都在那里，所以呢，美国人就叽叽叫，说你这样过来是干什么？是要来测试我们的到底我的防卫系统够不够灵敏不灵敏？我相信老共当然是有意的嘛，他就是这样从那过去互相较劲较量，所以这是说整个中东中国这个力量越来越直接，而且这个联合军演，它不只是只有战斗机过去。它空预警机也过去，它运输机也过去，直升机也过去。具体的演习内容当然并没有公布，可是我是觉得说已经很不简单了。你想想看看美国人眼里，怎么敢在我眼皮底下？中东过去我就是霸王，你今天竟然敢在这边跟埃及进行直截了当的演习，所以就表示说没有一定程度的底气。埃及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觉悟，他今天跟这个中国的合作，不怕招来美国大棒吗？显然他们是算过了，所以表示说，俄国的力量慢慢退出去之后。